去车管所查了没有？查过了。那辆黑色的桑塔纳呀，在当年非常盛行。由于咱们看不清楚车牌号码的后4位，符合特征的车辆就有几千辆，查起来需要点时间。那就先查查跟凯恩集团有关系的。明白，我现在就去办。这公司道行可不浅。已经让经侦科调查他们的财务状况了。连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朱伟、张超这群人也是受害者，他们和凯恩集团一定存在着某种关系。小柯、小吕，收拾东西，跟我走一趟。干嘛去？咱们不是把朱伟的照片分发给各个小区的大妈了吗？刚刚有人反映说，在老城区见过这个人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注意安全啊！哎，走了，任队。我手下的人看到他们到处在找朱伟。前些天我做梦梦见朱伟了。这小子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，拿着枪指着我的头。老胡，多派些人手，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。如果让警察先找到他的话，我们就被动了。喂，你好，我们是公安局的，请问是您报的警吗？对，是我报的警。福堂口看见他了，大概几点？晚上7、8点吧。看到正脸了吗？侧脸。好，谢谢啊。这个人这两天见过吗？哦，这个没有看到。老板，这个人这两天见过吗？没见过。你好，麻烦打扰一下，请问看到过这个人没有？没有。请想一下。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麻烦问一下，看到过这个人没有？没有。老板，这两天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。麻烦问您一下，有没有见到过这个人？哎，这个人这两天见过吗？这个人这两天见过没？师傅你好，我们是公安局的，麻烦问您一下，有没有见到过这个人？哎呀，不刚刚问过吗？没见过。刚刚问过。刚刚。事还没完呢，你放心，大隐隐于市，我的嗅觉比那帮小孩灵，江阳不能白死。哎，这个老朱干什么去了？弟兄们，弟兄们，弟兄们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弟兄们，
哎，大爷，不想问一下，这小卖部老板娘去哪儿了？好几天没看到了。啊，行，谢谢啊。好。喂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？你去哪儿了？这2天电话怎么总打不通啊？一直在外省执行任务，黄山野岭的没信号。行了，你什么也别说了，马上来面高香。丁春梅家现在没人了。我刚才问了一个大爷，他说这小卖部好几天没开门了。我感觉他80是跑了。什么？你在这别动，我马上带人过去。行。嗨，别光吃这些了，来多喝点水啊！谢谢爸爸。哎，艾可啊，前2天我去北京开会，你猜我遇到谁了？谁呀？你季伯伯。哦，他现在怎么样啊？他现在已经在全国最高检任职了。那么厉害？他专门问了你的情况，他鼓励你啊，让你趁着年轻，再努力往上走一走。嗨，我一个女孩还走什么呀？女孩怎么了？女孩就不可以到大城市去闯一闯吗？对了，他还告诉我，说他们最高检正在全国遴选年轻有为的检察官呢。我觉得你可以去试一试啊，多长见识，多长知识，有什么不好的呢？爸爸，我觉得咱们平康县就挺好的。我没说平康县不好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因为江阳在这儿，你才不想走？没有，不是。要不这样，你们俩一块儿考，怎么样？哎呀，爸，江阳现在查侯桂平的案子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他哪有什么时间和心情去学习呀？您就别给他添乱了。大哥呀，大哥，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，你要相信我，不管我做什么，都是为了你好啊。你可算是来了啊！怎么这么慢啊？别提了。哎，陈法医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，丁春伟犯不着畏罪潜逃当通缉犯。老陈听说了，想过来看看。哎，小邹，别看着，打开门。是。哎，你们过来。有人怎么了？屋子被人打扰过了。你看，血迹啊，时间不长，还是没几天功夫。这个地方换了一面镜子。完了，丁春梅80%出事了。你先别那么悲观，说不定是他自己把自己弄伤了呢。哦对，今天早上我路过卡恩集团的时候啊，看见黄毛带着那个小男孩进去了。本来这孩子不是一直是丁春梅抚养吗？我看见黄毛带着孩子，觉得有问题，赶紧报到这边，丁春梅就不在了。走，抓严军去。小林，哎，支队，这屋子谁都别让进来。明白。特别是李建国。好。哎，朱队，白雪警长，不要乱来，我上面可有人。
你说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这老朱一点消息都没有，黄毛不会出事吧？放宽心，老朱做事啊有分寸。老刑警了，什么人没见过？哎，怎么样？招了吗？这是我的啊。姐，你先吃两口。哦，岁数大了，熬不动。黄毛这头打呢，就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审他审到11点多钟，一句有用的都没说。但我让手下的弟兄走访了一下群众，丁春梅的邻居说，那天晚上大概11点，确实听到了玻璃砸碎的声音，也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呼喊声，但他不敢确定是丁春梅。当时他家的狗开始狂吠，他以为是哪户人家夫妻吵架，没太在意。看来丁春梅就是那个时候出事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从现场看，不止一个人动的手，完事之后呢，还有人仔细打扫过。这帮人太无法无天了。小伙子，你先别急，今天早晨我突然有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你看那天咱们俩去苗高乡找丁春梅，撞上黄毛，一切都挺顺利的啊。那天要是把他们俩撂在决里头一审，丁春梅肯定全然。可偏偏就是那个时候，李建国给我打一电话，让我去外省执行任务。等我回来，丁春梅不见了。那是咱们的行踪暴露了，有人通风报信，所以我就将计就计。11点钟，往我身边的民警冒充黄毛的社会关系，把手机偷偷还给了他，然后把他单独关了起来。我清楚地听到黄毛打了一个电话，但我没听清他打给谁了。如果待会儿我的电话有人打过来，就说明这条回路是通的。有话说。你昨晚是不是把袁军抓了？现在他的律师要求我们立刻放人。一个他妈乡村野妇还有律师呢，李建国，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了？那律师是你给请的吧？朱伟，你小子嘴巴放干净点，赶紧给我放人！看见没？这伙人动作还挺快。从黄毛开始，一个节点一个节点，一提就提起了一串。不愧是高材生。哎，你说。行。岳军打给的是胡一浪，胡一浪打给了这个人。这个人跟李建国通了不到20分钟的电话，然后不到5分钟，李建国打给了我。这人谁？孙传福。孙传福是谁？孙传福，凯恩集团董事长。这几天我们仔细调查了一下这个人的背景，年轻时混得很好，黑白通吃。
90年代，平康县的老国营造纸厂改制，当时资不抵债，孙传福就筹了一笔钱，把这个造纸厂给收购了。后来，这个造纸厂改名叫卡恩纸业。被他收购之后，厂子的效益越来越好，甚至成为了平康县的财政支柱。5年之后，卡恩纸业在深交所上市。不光是平康县，也是青州市的第1家上市公司。之后，孙传福成立了卡恩集团，旗下有7、8家子公司，涉及的范围有房地产、纸业、服装、食品、制造加工等等。经侦科已经介入此案，目前正在调查卡恩集团的财务状况。你干嘛呀？水有多深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地铁爆炸案呢，不过就是一个引子，躲在背后的神秘人就是想看看，扔下这块石头，能不能溅我们一身。群众走访的怎么样了？有朱伟的线索了吗？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。朱伟是个老刑警，大家的鼻子都灵着点儿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儿有没有这样的老年扶手？这个没有。好，谢谢啊。Hello， 我想问一下，你这边有没有这样的老年扶手？你这扶手太短了。哎，我们那儿有这种，老年人专用的楼梯扶手，那个比较长，而且它是钛合金做的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阿姨，打扰一下，阿姨，我想问一下，哪有卖这种老年扶手的？哦，老头子，你见过这老年扶手吗？见过，见过。那从哪能买到这种啊？你要啊？对，我可以从厂家直接给你取货。你要多少？少了可不行。哎呦，来了！我是上次跟你联系的。是的，是的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给您看一眼。就是这个，这是我们生产的产品。那它这个批次跟批次之间有没有差别？咱们厂虽然不大呀，但是都是通过了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，做了这么几十年，销往欧美的，批次与批次之间的差别呢，几乎是微乎其微。陆厂长，我不是质疑咱们这个产品的质量，我们最近一件命案跟这个扶手有关。如果能通过什么方式调查出这个扶手的生产日期，其实是能够极大的帮助我们的侦破工作。哦，你是这个意思啊？那我再看一下接口处呢。好。能不能照一张接口处的内部啊？内部是，因为咱们厂呢，这个在2008年以后啊，把这个生产的批号就已经用钢印的形式打到钢管内部了。那我回去再找找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没有。阿姨，那个6两抄手，然后红汤的，多加醋，再来1头蒜。哎，好嘞，马上就好啊。过2天还得去趟张超父母家。前一阵儿听说那房子租出去了。啊。哎呀，我天，你怎么搞的呀你？哎呀，你看看啊！你把这壶放火上，你还记着放水呀？哎，你看看你帮什么忙啊？这1个月都烧坏几个壶了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你看我的壶啊！哎，严队，你说就这么个破球，有什么特别的？整天攥手里不放。放下，这是严队儿子生前送他的礼物。我想清楚了。想清楚啥了？
烂尾楼爆炸案，那天晚上，犯罪嫌疑人用东西把窗户给爆上，这个房间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。他在蜂窝炉上放了一把没有盖的壶，记住，壶是空的，里边没有水。之后，他打开一袋面粉，在房间里撒了起来。在现场找到的电风扇是用电池供电的，因为烂尾楼没有通电。一切准备就绪，他按下了电风扇的按钮。地面上的面粉被吹了起来，很快就弥漫了整个房间。几分钟之后，铝壶的底儿被烧化了。这个时候，空气里的面粉和空气充分的混合，达到了一定的浓度。火冒起来的一瞬间，发生了第一次爆炸。那怎么解释二次爆炸呢？第一次爆炸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，窗户被破坏了，新鲜的空气进来，地面上的面粉再次和空气充分的混合。紧接着发生了第二次爆炸。现场的检测报告里也提到了，地面上采集到了黑色的碳，这是面粉燃烧后的结果。蜂窝炉上也检测到了铝的元素。蜂窝炉是生铁铸的，怎么可能有铝呢？不管这个对手是谁，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得多啊。哟，今儿什么日子穿那么帅？晚上去见女朋友父母。马到成功啊！上去看看。师傅，楼道特别窄，小心别撞到手啊！没事。您好。哎。哎，您好。你好。房子租出去了。倒是有些人来看，还没定下来。而且现在这不都讲究拎包入住吗？我就过来收拾收拾。而且张超这么长时间也没出来，书店也不景气，我也不能坐吃山空啊。怎么着，严队长想租这房子吗？啊，原来墙上那些老年扶手，什么时候拆的？前天，这以前给张超他爸妈安的，现在也用不着了。扔哪儿了？外面垃圾箱。垃圾桶是空的。这垃圾车刚走。哎，你给我查一下刚走的一个垃圾车，去哪儿？快点啊！看样子是回垃圾处理厂了。
有点我当年的劲头。师傅，先停一下，先停一下。师傅，我们是警察啊。警察同志，我违章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阳光小区的垃圾一个星期运几次啊？那片的垃圾量比较小，每周1次。这垃圾还在里边吗？垃圾已经卸了，全部卸到这里了。哦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长的老年扶手啊？那个还没有注意。行吧。来，警察同志。来，警察同志。哎，谢谢。来。哦，谢谢。没事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可以。谢谢啊。好好好。连队，找到了。哦，慢点，慢点。哦。好。拍照。您这是掉茅坑里了。见着丈母娘了。开排风扇，开排风扇。这味儿是够重。哎呦！哎，严队，这老年扶手的生产日期就真那么重要啊？如果生产日期和我预料的一样，那我的猜想就成立一大半了。案子就能破了？哪那么容易？喂，马警官呐，查到了，你手机里那个老年扶手啊，是咱们厂在2009年的6月份生产的。那咱们这个出货周期大概是多久啊？我们这个产品呢，一直是供不应求啊，大概每月出一次大货。那到顾客手里怎么也得1-2个月之后了吧？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，罗厂长。没事，没事。怎么样？2009年6月。那就应该是去年的6月份。你这一大早带我去哪儿啊？你好了没？快点，带你抓人去。抓谁啊？胡一浪、孙振武。你有什么证据抓他们俩？就凭那几个电话，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啊。小样。我审过的犯人，少说也不下几百个。哎，知道为什么黄毛到现在为止还那么猖狂，一句都不肯交代吗？就是因为他的老板胡一浪，胡一浪的老板孙传福，目前为止还在外边耀武扬威。只要把这2个人一抓，黄毛这种铺子，立刻就得亮。哎，等一下，老朱，咱现在不能着急，咱啥证据都没有啊！你抓人总得要个理由吧？你这样容易打草惊蛇。理由不重要。侯贵平已经去世3年了，哪儿找直接的物证去？
你不得从口供突破？行，你要传唤他们俩，你有传唤证吗？这个都是小菜一碟儿。局里领导今天下午特地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同意咱俩联合办案。但老领导说，这事只能悄悄进行，动作不能太大。行了吧？这回放心了。你是胡一浪？我问你是不是胡一浪？怎么了？看着呢。你就是孙传福？有问题吗？是不是孙传福？为什么抓我？你别问问题啊，去了你就都知道了。是不是孙传福？有什么问题？是孙传福是吧？带走。有传唤证吗？看清楚了，认识这个字吧？铐上，带走。你们没有孙总的传唤证，手续是有问题的。你们知不知道孙总是什么身份？说抓就抓，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那好，孙传福先不用跟我们去了，你呢？你跟我们走。走。等一等。啊，小伙。哎。这位警官是朱伟。啊，朱伟。我知道，平康白雪，警界的名片。既然朱警官亲自来调查，虽然手续上也有问题，但我要是不配合，那平康的百姓会骂我。既然您人都来了，我要是不跟你走，这就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。你放心。我和小胡都跟你们走，全力配合你们的调查。你先回检察院，我带他们先回局里看情况，能问多少算多少。行了，别琢磨了。咱们俩要是都出了事儿，这案子别查了，至少先保住你啊，随时联系。哎，秦县长，你们的警察很厉害啊！说说吧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各位领导大概都知道，卡恩集团在这个月就要在深交所上市了，成为了市里第1家上市公司。集团解决了平康县几千号人的就业问题。
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社会上竟传出了一些谣言。有说我以前是从事涉黑，啊，还有人说我是从事非法犯罪活动的。当然，我对于这些谣传，我从来都不去回应。如果我有问题，卡恩能上得了市吗？朱伟，我们知道你在办案方面尽职尽责，但你在办案的时候，也要讲政治、顾大局，讲究方式方法。孙总是我们平康县杰出的企业家，你在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取证后，直接要传唤人家，你懂不懂法律？这传出去算什么？朱警官呢，也可能是听着社会上的一些谣传，所以对我个人有所怀疑。不过这样查一下也好，至少能证明我的清白，也能堵住一些人的嘴。指桑骂槐，猫哭耗子假慈悲。好人好事都让你一人干了。岳军和胡一浪就在后边，咱们就先等着口供吧。胡一浪是我的助理，我相信他的为人，还请朱警官通过这次调查，能够给出一个可靠的结论。胡一浪究竟有没有犯罪？如果他真的涉嫌犯罪，我绝不包庇；可如果他是清白的，我也绝不会允许这种谣言继续流传。我会向上级部门反映。畜生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黄毛和侯一浪这俩土泥鳅，一下午一个屁都没有放。深夜5点多钟，正副局长先后给我打电话，询问我案件情况，还来了个什么破玩意儿律师，死盯着我，强行要求我放人。你说我怎么办？确实是证据不足，我只能放人。哎，你还开车呢？照现在这个情况，人证和物证都没有，那还能怎么办？你过来。必须想办法尽快找到黄毛。我跟你说，兵贵神速，夜长梦多，这种事儿日子长了，更问不出什么来了。老叔，你这刚执行完任务回来，好几天没睡觉了，找黄毛明天也不迟啊。不行，我老有一种直觉，今天晚上不见着他，我心里不踏实。你这个人呀，性格一直这么横冲直撞的，嫂子就不担心你啊？他呀，早就把我战略性放弃了。现在我们全家最大的希望都在我儿子身上。这小子刚上初中，个儿不矮。前几天在校外看到几个坏小子收保护费，他一个人冲上去干倒仨，把那几个小子打得满地找牙。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是学习不行。说将来长大了也干刑警。哎，你听见了吗？嗯，好像有人喊救命。
下去看看。都别动！警察！对！回来！回来！刚才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我们刚才救了你，你还不说？逃跑的那几个人是不是孙传福的人？哪有人啊？我刚才在坡上撒尿，不小心滑下去了。是这位警官把我救上来的，是不是？哎！刚才要不是我们，你现在已经是死人了。孙传福都要杀你灭口了，你他妈还想瞒多久？我问你，丁春妹当时是不是也像这样被带走的？那你得去问丁春妹，我他妈哪知道啊！嘴真硬，白天这样，晚上还这样，特别好。干嘛呀？啊！老朱，让开！你今天要是不说，哪儿都别想去。来吧，丁春妹到底去哪儿了？啊？你猜啊？我就不告诉你。不告诉我啊？那打我啊！来啊！动手啊！打了你！啊！行了，老朱。啊！说吧，刚才面包车里都是些什么人？应该是胡一浪的人吧？丁春妹是不是被他们灭口了？我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，胡一浪没告诉我，我也不敢问。但我想很有可能。红毛，你仔细想一想，胡一浪派人杀你灭口，这次没成功，那肯定有下一次、下下次。如果你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揭发检举孙传福等人的违法事实，那将来我们可以去帮你去争取宽大的处理。是死是活两条路，你自己琢磨。我说，那你现在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丁川妹和侯贵平的事儿。胡一浪几年前找到我，让我帮忙物色个女人，勾引侯贵平，再诬告他强奸，给了我2万块钱。我一开始觉得他只不过就是来支教的大学生，不会把事情搞得这么僵，所以我就提着好酒好菜上门，苦口婆心的劝他放手，不要再举报了。谁知道这个侯贵平脑子是一根筋，把我赶走了。我要知道侯贵平会死，当初我就不会参与这件事情。可侯一浪为什么要对付侯贵平啊？侯贵平当初举报的是你，
他举报你强奸他的女学生，最后公安调查完排除了你，不是把你放了吗？就算他继续举报也没用啊。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侯桂平，他怎么了？快说。侯桂平有一份刑期名单，还拍到了一张照片。名单？你的意思是，被侵害的女孩不止一个？老叔，按照规定我不能进去，我在外面等你，交给你了。行，等我消息。小林，小林。哎，支队。2号审讯室有人吗？哦，没人呢，今天。今明2天报给别人了。哎，好的，支队。哎，队长，你给我根烟吗？叶娟，水也喝了，大道理我也就不多讲了。咱们现在开始，从头说。是我受人指使，陷害了侯桂平。你找的那些女孩，都是让谁糟蹋？吴一浪。吴一浪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他找女孩，最好是处女。我就在厢纺织厂给他物色。厂里新来的女工，一般都是刚毕业的高中生。找到以后，他卖人头，给我费用。后来发生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张照片拍的到底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我没看见。那照片呢？照片在哪儿？应该已经被销毁了吧？侯桂平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李建国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个案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李建国，不好意思，李建国，我不知道。你想好了再说。我真的不知道。计划里我只负责陷害侯桂平。出去。等等。为什么出去？你传唤叶军，没审出结果来把他放了，这回又把他押回来，啊，这叫什么？连续拘传，这严重违法行为。违法？我发现了重大案情，需要再次调查，他本人也愿意配合我们继续调查，不行吗？不行，程序不当就是不行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出去！都能出去！都别动！我看你们谁敢动！你大晚上跑过来管我查案呢，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害怕我查出什么证据啊？我怕？笑话！我没什么好怕的，我是你的队长，我有权利有义务纠正你的违法行为。纠正我的违法行为？李建国，你就装，继续装！你要是跟吴一浪、孙开福没有关系，老子10几年刑警白干了。这种女孩性侵的案子你都敢干，你都敢包庇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朱文，我警告你，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我马上把你关起来，你信不信？来呀，你来呀！
谁敢管我？谁敢？就凭你，败类，害群之马！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！你给我听清楚点。我说你是警察的败类，黑恶势力的保护伞。去！诸位，你小子今天口口声声的污蔑我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向督察处举报你！他妈的，你给我等着！你说，你骗取领导信任，非法传唤孙传福，已经是严重违法。这笔账还没给算完，又他妈执法犯法。行，我管不了你是吧？我现在就跟领导打电话，让他给你讲。放开我！大叔，你受伤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走。强强，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，保全住自己，留得青山在，懂吗？我知道，我先送你去医院。走。没事，没吃亏，我他妈忍这小子很久了。听着，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，无论如何保住岳军这条线索，这是咱们最后的突破口，死活都不能丢。你放心，我用我的命来担保。诸位，你涉嫌违纪，我已经向督察处对你进行举报，你准备好？手续呢？手续在路上。督察处的同志马上就到，怎么着？不信啊？哎，把他带下去！我没想到你能把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。好，很好。张科长。现在还没到你们检察院的程序呢。这次老朱麻烦不小啊！他市公安局到底凭什么把老朱刑拘了？被督察带走之后，他们发现老朱的警备登记里少了一颗子弹。他们问子弹上哪儿了，老朱说，当时他看见黄毛被人劫持，情急之下朝天开了一枪警告。他们就问黄毛，黄毛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当晚你和朱伟去找他，他看见朱伟喝醉了酒，气势汹汹的要抓他。结果呢，朱伟不仅打了他，而且用枪指着他的生殖器，非得让他作证孙传福是黑恶势力，否则就直接杀了他。理由是，他攻击你这个检察官，朱伟出于保护你，开枪杀了他。黄毛不肯，这朱伟就朝他的裆部开了一枪，吓得他小便都失禁。他他妈不是放屁吗？不行，我得。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可我要是不去，老朱就白白坐牢了。事实就是事实，不管你有多么感人的理由，老朱对空鸣枪威胁他，这就是事实。而且，李建国举报朱伟在单位公开辱骂他，孙传福举报朱伟非法传唤他这个商界代表，这些都是事实。你说他能不进去吗？那更不行了呀！我更得去说明情况。那帮人在外面逍遥法外，让一个好警察去做。你现在绝对不能站出来，绝对不能。为什么呀？
你不能辜负诸位对你的一片好心。啊？他说，你是受了他的胁迫，他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承担下来了。还有，市里的吴副检察长，为了保你做了不少的工作，因为他们知道你还年轻。你现在什么都不能做，就让我转告你，这个案子先到此为止吧。进来。哟，小江，来坐。胡姐，您保我的事儿，我已经听说了，万倍感激，不行。您在政法系统里德高望重，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朱警官也弄出来呀？他现在被刑拘了，身上还有伤，万一出了意外，那侯贵平案件的调查就要彻底终止了。小江，怪不得丁检总是夸你，他还一直支持你查侯贵平的案子。我一看到你，就想起我刚毕业那阵子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。真要是遇到个冤假错案，不查个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，绝不罢手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是个过来人。听我一句劝，你已经做得够多了。想想你跟艾可，还是回来做好本职工作吧。我不会放手的。也许一开始调查的时候，我确实是犹豫过，但我后来知道了这么多真相，我根本就不可能停下来。吴姐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江阳，你也知道，现在艾可正在准备全国最高检组织的选拔考试，没什么事儿就不要再打扰他，让他精心备考。其实，我爸跟你说什么了？没有啊。我就是觉得，咱俩的性格挺不合适的，然后对于未来的规划也不大一样。
张律师，阳光小区的那片房子有年头了吧？大概有30年了吧，是我母亲单位分的房子。二老之前从事什么工作？这些信息，你们系统里应该都有吧？嗨，咱们今天就是聊聊家常，不聊案子。我母亲原来是银行的出纳，后来调到了人事科，一直干到退休。我父亲是大学老师，教电路原理的。他的一些学生后来都到了国家航天局。可是老人家呢，却连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坏了都不会修，我就经常笑话他，说他是典型的纸上谈兵。二老退休之后身体怎么样？我母亲身体不太好，记忆力越来越差，后来连家人都认不出了。我父亲还行，一辈子没病没灾的。不过08年年底突发心梗，谁都没有想到。当时我在外地办案子。你手机里那个老年扶手啊，是咱们厂在2009年的6月份生产的。我母亲连急救电话都不会打了。等邻居发现的时候，我父亲已经不在了。2个月之后，我母亲也走了，也挺好，没有什么痛苦。江阳出狱之后，你就把房子租给他了？是啊。张律师，你明明知道当年侯桂平死的蹊跷，却没有站出来替他主持公道，不是因为李靖吧？严警官，不是说今天只聊家常，不谈案子吗？我就是想听一下你心里的真实想法。坦率地说，当年我的确是有私心，犯了一个老师不应该犯的大忌，喜欢上自己的学生。这也是后来我辞职的主要原因吧。但侯桂平案的主要问题是，苗高乡地处偏僻，我一个大学老师想要介入司法体系还学生一个清白，难度太大了。久等了。来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老周进去之后，这段时间我一出门就有辆车给跟着我。还是上次出事那个车吗？不知道。那你会不会有危险呀？我是个检察官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我谅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但是跟踪的会是谁呀？还能是谁啊？先生，您的水，还需要点什么吗？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我是没想到你跟吴爱可分手了。我是真的不想耽误他。那朱伟呢？他算是逃过一劫。我听老陈说，后来有好几个政法界的人士出来发声，要求从轻处理，还有一些群众写了联名信，让宽宏大量一些。最后上级决定暂时免去一切职务，先送到警官学院进修3年，挺好的。是。过年的时候我去了他家一趟，老朱身心健康，一切正常。就是唯独提到李建国这3个字，恨不得像是要吃了人一样。
我不可能等他出来之后再继续调查，那样难度就更大了。前一段时间，我从马老师那儿拿到一份学生名单，我现在正在一个一个走访筛查。如果要是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做这部分，因为毕竟是女性，可能沟通更方便一些。反正有什么我能做的，你就尽管开口。我现在时间也非常自由。好。哎，你不是说有一个东西要当面交给我吗？2000年11月2号，这不是侯贵平遇害那晚吗？这是侯贵平给我寄的最后一封信。他在里面说，金山照相馆里的照片底片丢了，让我把这个收据留好，万一以后用得着的话。接个电话。张教授，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啊，江阳，你在那边的情况我都已经听说了。一个人在平康县，要学会保护自己啊。谢谢老师。今天给你打电话，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，我从学校辞职了，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以前的女学生。老师，您说的是李静吧？是。我们已经订婚了。我想求你一件事儿。啊，您说。我给他开了一间书店。今后，我们想平平静静的过日子，所以侯贵平的案子，不要让他再参与了。老师，您放心。我以后再也不会联系他了。谢谢。有人吗？4万。等会儿。啊？过户了。哎呀，手续真好。来。哎，谁呀？喂，是这个金山照相馆的老板吗？啊？哎，对，我现在呢有一个婚礼的活儿。啊，现在都几点了？那你明天上午来吧，好吧？哎，不是。我这是个大活儿，上100号人集体婚礼，着急。行，那行吧，那你在这等我，我马上过去啊。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啊？对，是。那怎么没白天来呢？白天有事儿，这不着急吗？哎，等我开完啊。来，进来吧。这就是那套餐，这是那价格，来你给不用了啊。嗯？啥？不是？哎，你怎么有这个？检察院的。轻点，官，身上有伤。你要没事就常过来摁，证据在我头上就行。
局里头一堆事儿，我哪有那闲工夫？王哥，你看看这个。老李，怎么了？什么时候拍的？前天晚上。看来斩草还是要除根呐。还有黄毛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让他出去避避风头。我要是帮了你，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如果能替侯贵平洗清罪名、平反冤案的话，那这将是一件能够记入司法史册的大事啊！你记不记录史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江检察官是吧？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。我把照片给你，你就说你能给我多少钱？我可以去申请，差不多能有1000。然后呢？我个人再给你2000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要多少？5000？5万？我上哪给你弄5万？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我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给你提供线索，那我这条命还不值5万吗？啊？行了，算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要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。那就这样，我给你1周时间，你把钱凑齐了，下周6晚上到我店里，咱们一手钱一手货。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咱们过了这个村儿，可就没这个店了，啊，走了啊。张超的父亲是08年年底去世的，母亲是09年2月走的，之后房子就借给了江阳。老年扶手的生产批次是09年的6月。是啊，这老年人都走了，江阳装这个老年扶手干嘛呢？江阳生前也没有骨折的记录，这一点从尸检的报告也能证实啊。都是4个螺丝，大小一样，长度也一样。你是说，这老年扶手能够非常轻松地把它拆下去，再把这伸缩衣架给它装上去，而不露出任何痕迹？也可以非常轻松地拆下伸缩衣架，再装上老年扶手。如果江阳遇害的时候张超不在现场，只有2种可能，一种可能就是凶手另有其人，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江阳是自杀。如果是你说的第一种情况，你认为凶手会是谁呢？不知道。江阳遇害的时候是从背后被人勒死的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他本人处于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，很有可能跟凶手认识，有可能是给我们寄匿名信的那个神秘人，也有可能是江阳的朋友。如果凶手是从后面突然袭击，按照罗卡交换定律，现场肯定会留下微物证线索。那凶手从一进来开始，就得留下痕迹。比如，凶手死者的脚印、服装的纤维。哦，你看这儿，指甲里会留下皮肤血液组织的 DNA。
还有掉落的毛发。可是，在现场我们什么都没发现。那要是一切都是策划好的呢？你是说，江阳事先知道那天晚上他会被人勒死？凶手很有可能提前入住了阳光小区。案发的当天晚上，他不仅戴了帽子和手套，而且从头到脚穿了跟张超一模一样的衣服、裤子和鞋子。行凶之后，凶手扬长而去。第二天张超到了之后，收拾了残局。这人呐，在濒临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大脑机制里边的求生本能会被强制启动，即使是事先策划好的，受害人在死亡前最后几十秒钟里面啊，他也会殊死的挣扎，身体里啊会爆发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，不顾一切的反抗。按照我国的刑法，即使是帮助他人自杀，也构成了故意杀人罪。再说了，动机是什么？那你对这个怎么看？如果非要把这几样东西关联起来的话，我认为这老年扶手肯定是幌子。我不认为它会形成本案的作案工具。即使是通过工具，我认为江阳不可能提供动力源，而自己把自己给勒死。就好比说啊，一个人他是不可能抓住自己的头发，把自己从原地提起来一样。而且，动力源在哪儿？一定还有什么我们没有发现的部分。喂，江家人吧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再等你1小时，你要是再不来，交易取消。你别下来了。老陈，这次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你还跟我客气啊？但是小江，还是别查了。万一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向老朱交代？没事儿，我赶时间先走了，回头请你吃饭。啊，注意安全。走了。来，丽丽啊，忙着呢呗，一会儿让哥儿来呀。做的干啥？这北哥找你那就是一个事儿呗，请你吃宵夜。什么叫我能装？我告诉你，哥呀，哥最近就发了笔横财，知道了吧？行啊，那个行了，不说了，你就忙完过来吧，啊，我等你啊，
这又是跳啥了？这是。Run!